從排隊8小時到5分鐘出餐，茶颜悦色走出长沙后，为啥被抛弃了呢？你有多久没喝茶颜悦色了呢？巅峰时期，它是长沙的城市名店，整个长沙光是茶颜悦色就有500多家。在2020年，网上关于茶颜悦色的差評為1.34%，而喜茶的差評能高達8.56%，可見當時的茶颜悦色有多受歡迎。遊客會為了喝口幽蘭拿鐵，拖着行李箱在街頭排8小時隊，黃牛把16元的奶茶炒到50元，還供不應求。可如今走出長沙的門店，不僅不用排隊，甚至5分鐘就能快速取餐。更有網友調侃，以前買杯茶顏要找代購，現在路過門店都懶得進去。這個曾經被捧為中式奶茶天花板的品牌，怎麼就從一杯難求變成了無人問津呢？2013年，長沙人呂梁在黃興南路步行街上開了第一家茶颜悦色。當時的奶茶市場正被茶百道喜茶統治，30元一杯的價格讓不少人望而卻步。呂梁反其道而行之，把目光投向了被忽略的中式茶飲，用碧根果碎搭配奶油頂，將中國傳統茶底與現代調味結合，價格壓到20元左右。門店裝修成古色古香的江南小鋪，logo 更像是宅在府邸的大小姐。然而茶颜悦色靠着這種新中式國風打法，迅速在長沙走紅。2018年，茶颜悦色在長沙已經開出50家店。更絕的是它的區域深耕策略，在五一廣場創造出100米一店的奇觀。當地人笑稱，在長沙找不到廁所，那一定能找到茶颜悦色。這種高密度布局不僅降低了物流成本，更制造出全城都在喝的社交效應。外地遊客到長沙必打卡，甚至有人一天連喝3杯。據數據顯示，茶颜悦色在營門店數為764家，而2023年茶顏就實現了5億元的淨利潤。2020年，茶颜悦色終於按捺不住擴張的野心，首站殺入武漢。開業當天，江漢路門店排起了100米長隊，排隊時間8小時起步。緊接着，重慶、蘇州、南京等城市陸續開店，每到一處都會引發現象級的排隊。可誰也沒想到，這場擴張狂歡僅持續了2年就戛然而止了。茶颜悦色的致命傷或許從一開始就藏在它的長沙基因裡。在長沙，它是城市限定款，遊客願意為這份獨一份的體驗付出時間成本。但走出長沙後，發現所謂限定款並不存在，而且長沙人喝茶顏就像成都人喝冰粉，是日常消費。但到了上海、北京，消費者見過的世面可就多了。喜茶的多肉葡萄、奈雪的霸氣橙子、古茗的楊枝甘露，早就把大家的口味養刁了。茶顏的菜單卻10年如一日，幽蘭拿鐵、生烏龍、芝子生椰，這老3樣佔了半壁江山。有網友吐槽，喝了3次就膩了，奶油頂甜得發齁，茶底也沒啥記憶點。其實啊，茶颜悦色早期的成功離不開網紅營銷，靠着長沙限定、國風設計，在小紅書、抖音上刷屏，讓年輕人覺得喝茶顏是件時髦的事兒。但這種營銷模式有個致命缺點，一旦新鮮感過去，就很難留住人。走出長沙後，茶顏的營銷套路還是老一套，雇人排隊、發打卡紅包、搞城市限定杯套。可消費者早就看穿了這些把戲。有南京網友吐槽，開業當天雇了一堆拖排隊，結果第2天就沒人了。更高的是，他還因為營銷翻車得罪了消費者。2021年，茶颜悦色的一款馬克杯上印着撿簍子，也就是說佔便宜的意思，被網友質疑侮辱女性。前幾天，茶颜悦色又陷入包裝侵權爭議，隨後緊急下架產品。這一系列的負面新聞讓他的國風好感在消費者心中落了一大截。面對頹勢，茶颜悦色也不是沒掙扎過。2023年，他推出低價限子品牌小神仙茶館，來賣10元一杯的純茶。最近又跟風搞起奶茶加烘焙，但這些嘗試也未必能挽回茶颜悦色。說到底啊，茶颜悦色的衰落是他對市場變化的誤判。他以為把長沙的成功模式複製到全國就能所向披靡，卻忘了消費者要的是好喝、實惠又新意，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國風情懷。當喜茶、古茗、蜜雪冰城把奶茶做得又便宜又好喝，誰還會為一杯沒那麼驚豔的茶顏排隊呢？